我的窗也是封好的，还有门也封上了。哎，这是直播，你们赶紧找到这女孩在哪儿，赶紧赶过去，不然很容易出事儿。快呀！好。我的人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活着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我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他对我的看法，他也不愿意给我第二次机会。没有人能救我，可能只有我死了，才能得到真的快乐吧。快把窗户打开，后面拿走。说说这位主播的情况。弹幕里面有爆料人爆料说，直播中的这个女孩子有可能被自己的父亲性侵过。你是谁？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这明显就是在带节奏。但这个人知道主播姓刘，就说明他们可能认识。对呀，而且这个主播他自己也回复了，说你怎么知道我姓什么？这反而加重了爆料人爆料的可信度，才引发了各位网友的猜测。我觉得吧，这个小马甲就是落井下石，居心不良。这个人我们在查，阿法医，现场情况如何？从自杀的角度上来说，他确实是不太专业。作秀？不，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结合是氧气的50倍。烧炭自杀的痛苦是在于吸入的氧气无法与血红蛋白结合，导致无法运输到各个脏器，从而出现内窒息。临死前呢，会非常痛苦。即便死不了，严重中毒者也会因为进入高压氧舱后而形成的脑部缺氧丧失意志。所以即使死不了，也要活受罪呗。和缺氧的后遗症类似，主要是器官衰竭还有心脏损伤。不过呀，他确实是挺不专业的，但他确实也是一心求死，好在解救的比较及时。幸亏救治及时，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医生也说过了，你再躺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你家人来接你了吗？我没让他们来，他们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吗？应该不知道吧？我不清楚。因钝性外力作用至颈部，双上肢软组织搓擦伤，面积为22平方厘米。丽丽，你这些已经构成轻微伤了，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弄的吗？自己摔的。那手腕上的割痕呢？小时候弄的。丽丽，你方不方便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做这么极端的事情？这是我的电话，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忙的，你随时打电话给我。回局里。那我们先走了。谢谢。自杀通常是比较私人化、隐蔽化的行为，可刘丽丽选择用直播自杀这样极端的形式来宣告天下，她仿佛是想要某些人或者某个人看到她的死，这带着某种警示或者报复感。他好像是在对屏幕后面的人说：“看吧，是你们害死了我。”没错，但你别忘了她身上的伤，她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哎，如果
他父亲真的存在性侵行为，那这一切全说得通啊！又乱拍脑门说话。行，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刘丽丽父亲刘斌的案宗。故意伤人罪，刑期7年，看来是致他人重伤了。刘斌3年前刑满释放，今年刘丽丽19岁，也就是说，刘丽丽10岁到16岁这个成长关键期，刘斌是缺席的。有一个坐过牢的父亲，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女来说，确实会留下一些心理阴影。那如果这个女孩的生活再有不顺，或者是她父亲对她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的话，那她确实会走向极端。我还是那句话，刘丽丽的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些伤？还有她为什么选择直播自杀？还有那个小马甲的地址，用户你有查到吗？信管部门正在查，预计明天就能锁定此人的真实身份。哎呀，也不知道李队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有。刘丽丽直播自杀，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的。学校领导找到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半年前，刘丽丽出了一件事情。刘丽丽向校医求救，她的阴道在大量的流血，从凌晨开始，2个小时她就浸湿了7到8块卫生巾。还因为失血过多，她就出现了头晕、心悸等迹象。校医把刘丽丽送去医院，经医生查验，刘丽丽的阴道右侧壁有一块深0.5、长2厘米的撕裂。阴道撕裂，幸亏就医及时，做了手术，才控制住出血的情况。刘丽丽呢是希望校方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她的父母，校方也是觉得刘丽丽可能有所隐情，但最终校方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的母亲陈平。阴道撕裂常见于性生活姿势不当或者用力过猛。校医也是这么说的。据校方了解，刘丽丽在学校的时候并没有谈恋爱，她的母亲也说刘丽丽没有男朋友，但只有刘丽丽一个人闭口不谈这件事情，而且她的情绪日渐低落。没有恋人却阴道撕裂，对此还闭口不谈，半年之后又直播自杀，她的种种行为确实很像遭受强暴后的受害者反应。还有更可疑的呢，陈平要求校方加大对他女儿的保护，阻止刘斌见到刘丽丽。他好像很担心刘斌接触到自己的女儿。妻子阻止丈夫接近女儿，我总感觉啊，这受父性侵越来越真了。校方也是这么怀疑的，所以才会联系我们嘛。先去刘丽丽家吧，校长呢已经把诊断书给我了。我但愿校方的猜测是错的。我也想去看看这一家3口会怎么说。金法爷，这案子呢该查查，饭也该吃吃。今晚我给你做东，给你办个接风宴啊。怪不得不吃欢送饭，原来是要吃接风宴。哎，这市里行明明更好，干嘛非得留在我们镇上？下基层锻炼。这理由找的冠冕堂皇，倒不如说是因为我们家乡风景秀丽。这里的风景确实是挺不错的，但我喜欢这儿是因为一个人。林涛，哎，把这车里的空调温度往下调一调，你看看把安然给热的脸都红了。好嘞。我在想案子。这个受父案啊，如果是真的，必须要马上行动。刘丽丽她很有可能再走上绝路，对吧？必须要查清楚。来了，谁呀？你们是？刑警队林涛，刘斌队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需要您配合一下。找我啊？行，进来吧。来，请进。要不要给你们倒点水啊？
不要了，您坐吧。刘丽丽现在正在医院休养，经过伤情鉴定，我们发现她身上有多处人为造成的轻微伤，所以我们判断她在出事前被人暴力对待过。哎呀，我确实是没控制好自己情绪，但是我是真不让她走，她非得自己走，你说这不找事儿吗？但她已经成年了，啊，您不觉得您的教育方式有些过激了吗？过激？现在哪个父母不是对自己孩子恨铁不成钢啊？这一切全怪他母亲陈平，孩子有今天就怪她。我应该守在家里，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逃走。逃走？如果我不走，我就会被他打死了。这些年孩子，你说跟他学了些什么？一点好都没学，一提他我就生气。不对，哎呦，哎呀！硝酸甘油，你有心脏病，老毛病了。你先平静一下，不着急，慢慢说。刘丽丽这个孩子吧，从小就非常聪明，我呢就觉得她是个苗子，就想把她送到清北大学，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等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啊，我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孩子身上。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天，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我要把它裱起来，挂在咱们家墙上，让所有到咱们家的人都看到我和你妈这几年没白努力。我们学校啊，确实没有刘丽丽这个学生。您再帮我查最后一遍。对，刘丽丽，美丽的丽。你就是再让我查6遍，也确实没有刘丽丽这个学生。请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了啊，您先请回吧。哎呀，结果到学校一看，谎话连篇，没一句真的。你说我这白天黑夜的开出租车攒钱，不就是为了她吗？全都是因为家里边有个败家的女人。一会儿丽丽回来，你有话跟她好好说，啊。这事儿你管不了，啊。你们怎么突然叫我回来？清北大学我去过了。你去那儿干嘛？我不是说了不要去打扰我学习吗？你还撒谎是不是？哎呀，你有话还撒谎是不是？你不要动手！起来！清北大学就根本没有你这个人，你说怎么回事？我没考上清北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我伪造的，我怕你打我。那你高考中学考多少分？你现在问这个有什么用？你闭嘴！我数学考砸了，总分加起来只能上龙华市的职业技工学校。我这2年是在那读的书。丽丽啊，那个学校连个本科都不是吧？我知道，我都说了我考砸了，我不是故意，我知道错啊。我问你，我这张脸往哪儿放？我这张脸往哪儿放？别动手，我求你了！你起来！这个陈平啊，一点好事没把孩子带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一个女人，赚钱养家，还带个孩子，我没什么本事，能把他好好养大已经很不容易。要不是刘冰坐牢，孩子也不会变成那样。外面那些闲言碎语，连我都受不了，孩子更是抬不起头来。好不容易等他出来了，他不但没有好好补偿我们母女，反而是对我们严加控制。他把对丽丽所有的失望都怪在我身上，没事就对我劝教想家。真的，我要是不走，早晚会被他打死的。你走的时候，考虑过你女儿吗？如果我把丽丽带走，就算是天涯海角，
他也会把我们追回来的，那样反而会害了丽丽。我是想他看不见我，或许就能平静下来。可谁知道他会做出那种事情。丽丽有男朋友吗？她敢？你是说那个搞摇滚那个是吗？大概半年前吧。丽丽学校的校医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她是因为性生活不当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身体损伤。之前您知道吗？我就说吧，就不能跟这群玩，早晚要出事儿。二位警官，你们告诉我，是不是他们干的？要是他们干的，我这辈子饶不了他们。这个报告我知道，我问过丽丽，但是她什么都不肯跟我说，所以我想，网上那些评论也不是乱说的。什么意思呢？我离开刘冰，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半年前，就在丽丽看病前不久，我跟她说过很多次，女儿大了，要跟女儿保持距离。可是，她说，无论丽丽多大，都是她刘冰的女儿。再到后来，那天是丽丽发烧39度多，让她上医院，这孩子不去。我拿酒精给她擦后背，给她降温，这有什么问题吗？她给她洗内裤，还闻来闻去。说我闻她内衣，那是那天我给她洗衣服，我发现上面有烟味儿，我怕跟不三不四人再混在一块儿学坏了。您女儿都多大了？您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哎呀，那我就说一句你们两位不爱听的话了。一看你们就没当过父母，那孩子从小到大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啥没见过，他就80、90了，我不也是他爸吗？您再往后滑，看看那些评论，有什么想说的吗？哦，那是有一次在车里，他穿了一个超短裙儿，我说这样不好，我指着腿说的，我怎么可能摸他腿去呢？一派胡言都是。后来丽丽爱上直播，她经常在网上分享她的兴趣爱好。我看过几次，她展现给外人的都是阳光灿烂的一面，从来不说家里的那些糟心事儿。可就算这样，刘冰还是没有放过她。你回来了啊？啊？没事儿。啊？怎么了？没事儿，真没事儿。我看看。真没事儿。你看看。你们去给我接。我有点事儿，我先下了。整天不顾正业的东西。爸啊？不是这样的。什么玩意儿这是？不是这样的。干什么呢这是？你这都是什么？我就知道你考不上清北大学，你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不是。这都是什么啊？这都是什么？爸，我错了，爸，我错了，我不敢，我错了，不敢。我告诉你啊，没我同意，你一辈子不能离开这个屋。有必要吗？这是我的家，我说的算，不愿待你可以滚。我早就受不了你了。我没求你啊，你现在就可以走啊，滚！这个家，我再也受不了了。好，走吧，走吧，走。所以您对这些指控，全都是否认的，对吗？我没啥可承认的呀。你这样，你问刘丽丽行吧？
刘丽丽现在的情况不能问这么刺激的问题。二位警官，所以我把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了，说的都是实话，没了，就这些。行，谢谢您配合。他就是那样，什么都是别人的错，问多了就发表打人。对丽丽也是一样，他控制她，监视她，查她的手机、电脑，禁止她跟同龄人来往。他就是一心想占有丽丽。丽丽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什么都不跟我说。我看孩子就是受欺负了，他不敢说。孩子引到死里，那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陈女士，我需要跟你确认一下，你亲眼看见过刘斌猥亵刘丽丽吗？他做出那种事情，怎么会当着我的面？自从我离开家，就更加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我烧好的炭盆，还有我的床也是封好的，门也封上了。师傅，外卖好了。师傅，外卖好了。谢谢。甭不手说，有烦心事儿啊？齐了没有？齐了啊！别介意啊，我这人就这样，自来熟。没事。扫码关注我微博，回头吃饭我给你打8折。得嘞。好，多少钱？20。打折了吗？打了。行，常来光顾啊！忙着啊。去哪儿啊？城郊护城河附近，我给您指路。哎呦，你那地儿有点远啊。我有点急事，拜托了，我给您加点钱。行吧，加钱走。到了。是这儿吗？哎，没给钱呢，哥们儿，没给钱呢，怎么回事啊？这么点钱，至于吗，哥们儿？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龙帆市郊区护城河附近，距市区有1小时左右的车程。就在不久前，确认是刘斌吗？确认了。发现一具男尸。现场围观群众太多了，马上疏散。领导，过去帮忙。是。正好我有事跟你说一下。去那边说。走。口鼻腔有蕈状泡沫，眼睑有出血点，支架子轻，窒息特征明显。口腔和颈部未见损伤，胸腹腔有膨隆，
口鼻内可见泥沙。从尸表检验上来看，溺死特征明显，符合生前入水、溺水死亡，不是死后抛尸入水。这个人是不是畏罪自杀了？哎，你干什么的？请出去。我是法医，这个女孩的直播我看过，说是被生父侵犯，现在嫌疑犯溺水而亡，还是生前入水，我的推断很合理啊。是法医也不行，这是你的辖区吗？这是你的案子吗？你怎么知道不是？如果是呢？那你是？我是新来报道的法医，随时可以开始工作。叫我黄汉就行。黄汉，瞎推断什么呀？干好你的工作，这不是你的活儿。哦，这又是谁啊？彪哥，你怎么来了？我师傅张彪。我在河对岸发现了他的出租车，他将个人物品都在车里，没有被偷盗的真相，所以排除了因财劫杀的可能性。溺死多见于意外和自杀，罕见于他杀，有没有可能是意外溺死呢？打捞的同事说，这一片区域水下基本上都是水草，一旦被缠上，凶多吉少。前几年就有2个人在这里夜游溺死了。意外溺死的可能性并不大。刘斌穿戴整齐，很显然并不是下河游泳。要说是他杀的话，那就是凶手推他下河，那也不一定会被淹死。这个凶手未免也太蠢了。除非我们在现场可以找到第三者的痕迹，否则，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你就是秦明啊？老陈很欣赏你，说说你的推论。寻死自杀，很有可能是被水草缠住之后溺毙的。但我问过打捞队同事，他们当时过于专注，一心想着把尸体给运上来，不记得身上是否有水草缠着。我觉得秦明说的对，受父性侵案搞这么大，一般人很难承受这种程度的网络舆论压力吧。刘斌坐过牢，积极参与过劳动改造，有回归社会好好生活的愿望，所以我觉得吧，他不是那种被人说2句就要寻死的男人。这死亡方式，无论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我们尸检台上见吧。目前情况怎么样？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不见了。对了，报案的那个老头说他天天来这钓鱼，根本就没看见过那刘斌。那要这么说的话，刘斌来到这片区域就属于一个偶然突发性事件。所以有可能嫌疑人是以乘客的身份让刘斌带到此处，再行凶，行凶之后顺便带走了记录他身份的行车记录仪。调取全市所有的监控，锁定刘斌的出租车，不能放过任何能查找到嫌疑人的细节。收到。另外，信管部门发来信息，刘丽丽直播自杀时发评论带节奏的小马甲，我们已经锁定了注册用户的手机号。太好了，你跟老赵一起去。走吧。逝者安息，生者愤然。内脏有淤血症状，左右心脏内心血颜色不一致，肺水肿，有粘发感。溺死死者吸入大量液体，肺泡内充满液体，用手揉搓，感觉就像是在揉搓一缕头发。这种情况就叫做粘发感。再加上肺叶间的肺泡破裂而形成的片状出血，即为溺死斑，是因为溺死而产生的脏器改变的重要特征。在他的出租车内发现了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刘斌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病史，很显然，他并不是死于冠心病。气管内有泥沙水草。嬛嬛，提取死者肺、肝、肾内的硅藻样物，与现场水样硅藻做对比。明白。胃内有大量的溺液，水从死者口鼻灌入死者体内，胃充盈。经过微波消解、真空吸附过后，发现死者脏器内有硅藻成分，与现场水样硅藻一致，可以判定他是在河里溺亡的。问题是，他是怎么溺亡的？颈部和枕部有皮下出血情况，一般这种部位受伤不会造成受害人昏迷，通常只有头部损伤才会昏迷，或者是神经元性休克。头皮上有尸斑掩盖，所以没有办法辨别有没有受伤。头部、枕部有皮内出血，属于轻微损伤，但不太可能致晕。我认为神经性休克的可能性更大。会阴部有细微变色，但是不明显。看到了，通过酒精的挥发使皮肤水分丢失，皮肤变薄，看到损伤。睾丸也有损伤，有出血，有生活反应，是生前损伤。也就是说，死者是被一个表面光滑、质地柔润的物体攻击了会阴部，导致暂时性休克。比如说，徒手伤，有人用拳脚攻击了死者的会阴部。会阴部神经丰富，一旦受击，容易导致心率变慢、血压降低，从而突发性晕厥。严重的甚至可以导致意致死。不过这是极小概率事件，但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死者是以无意识的状态入水的。对，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现在提取死者的心脏做病理学检验。如果像你们所怀疑的少妇心经真实存在的话，那么最恨刘斌的人就是刘丽丽，没错吧？性侵的真实性没有证据佐证，一切以此为推论的想法都是谬论。那2处出血和刘斌的死亡没有直接的关系，缺乏想象力。什么？死者头皮出现皮下出血，阴囊有肿胀，这些都是受外力攻击导致。皮下出血的特征呢，其实并不明显。你们看这2处，其实这并不是尸斑，原因是这2处的出血形成与刘斌的死亡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皮下出血的转轨过程是有固定时间的，起初不会在皮肤表面上呈现，最终会在皮肤上呈现。开始是紫色，随着出血逐渐被吸收，含铁血黄素的形成，皮下出血可能会变成青紫色、青色、黄绿色，甚至是黄褐色。厉害啊！继续。我们现在可以基本断定刘斌的死因是溺死，但奇怪的是，他的双手并没有抓握泥沙或者水草这样的求生反应，所以可以推断他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入水的。死者遇袭后有可能出现神经抑制的情况下溺毙，所以基本可以断定刘斌是被人攻击后然后掉入水中死亡的。难道是他杀？刘斌遭有袭击后，体力不支落水身亡，心脏病发落水身亡，失足落水身亡，甚至是落水后瞬间昏迷。哪一条证据能证明死者一定是被行凶者扔进河内的？不能证明，就不能确定这是一桩谋杀案。我们唯一能证明的，就是刘斌在落水前遭遇过不法侵害，没错吧？大胆推测，小心求证，要不然就只能看到表象。表象对案件的帮助并不大。作为法医，只能提出有证据佐证的观点，先入为主是法医的大敌。胃部的情况如何？胃内容充盈，使泌肛推进到12指肠，所以刘斌应该是在进食2小时之内遇害的。胃里面没有酒精成分。黄安，准备一下，把组织样本送到毒物检验部门去化验。好嘞，师傅。彪哥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你别介意。你有没有注意到死者受伤的部位？右枕部还有右颈部，都是右侧。
秦明，你和黄安先进去吧，我跟彪哥说几句话。彪哥，你知道谁坐在里边？你是想跟我说，李强在里边是吧？你知道啊？那他知道你来了吗？我们部门好像不归他管。这2位是省厅调过来的新同事，和我们建立了新的法医小组。这位是张彪，彪哥；那位是环环。给什么奖啊？案子破了吗？看戏呢？我们开始吧。李队，毒物化验2天后出结果，死者心脏病理学检测报告明天可以出。刘斌的手机正在打捞当中，打捞队的同事说了，就算不吃不睡，也要尽快找到。买点吃的给大伙送过去。小马甲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主播平台的用户账号是要通过实名注册的。我们锁定了购卡人的身份信息，对方是一个外卖员。刘姐啊，你有没有注册过一个叫小马甲的直播账号？某啊，某啊。那你注册过一个尾号是6435的手机号吗？真没有啊，也没有啊。哦，对，我1个月前身份证丢了，我这每天东奔西跑的赶时间，这脑袋里面啊就想着客人的订单。哎，2位警官，是不是有人拿我身份证干坏事了？本月24日早上9点到9点半，你在哪儿啊？24号9点，啊，就在这儿。再仔细想想。哎呀，错不了。我跟你说啊，那天早上客人临时把订单取消了，这老板啊就把面送我吃了，要不然我哪有时间吃早餐啊？这老板可以给我作证的。当时有用手机看直播吗？我哪有时间看直播呀？等订单还来不及呢。你好，23号订单好了。哎，好，谢谢啊，警官。经过我查证了，没事，我着急送外卖。他在1个月前丢失过身份证，而且本人和刘丽丽并没有任何的交集。在刘丽丽直播时，他也没有使用过手机，在他的手机和电脑上也没有找到主播平台的相关记录，所以基本上可以将此人排除嫌疑。至于小马甲所用的手机，我们最后定位到手机出现的位置是在华东商业区的一个垃圾桶里。这一批垃圾呢，已经被运到了垃圾处理站，并且被碾碎焚烧了。也就是说，有人用他人的身份证注册了小马甲，然后在刘丽丽的直播间里带节奏，并且销毁了证据。对的。他在刘丽丽的直播中针对刘丽丽妇女，说明这家伙是有备而来的。死者在昏迷的情况下溺毙，而且生前曾被人殴打过。行凶者攻击了刘斌的下体、右枕部和右颈部，除非他是在后面攻击的刘斌，否则这个嫌疑人就是左撇子。刚才怎么没有说？如果你再能多待1分钟的话，应该就能知道。不用解释，有的人就是不听别人说话，还要问别人原因。要补充吗？刘斌遇害死亡和刘丽丽直播自杀是同一天，时间这么巧，我是怀疑这2件事情可能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此案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是他杀，但是疑点重重。从法医尸体检查鉴定书上来看，死者入水死亡前曾遭受过殴打，所以此案我们开始立案侦查。李队，刘丽丽马上来认尸了。好，散会。师傅啊，他好有气场，连你都不敢说话。老万，我告诉你啊，做女人就应该有做女人的样子。像这种女人，娶了也得离。我就有女人的样子。经过尸检，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刘斌落水前遭遇了非法对待。丽丽，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你父亲。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帮助你父亲，抓到真正的凶手。对不起，对不起啊，是我们太急了，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对不起。我爸没有碰过我，我有男朋友。对不起。丽丽，经过我们调查，你父亲刘斌有可能是被人谋杀。你的证词对我们非常重要，我希望你对我们不要再有隐瞒，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刘斌到底有没有侵犯过你？没有，我爸从来没有碰过我。那你上次去医院做检查时，那天我和我男朋友在酒店开了钟点房，当天晚上我就回宿舍了。回去之后，我换了好几片卫生巾，都止不住血，我害怕了。后来还好有小雨老师把我送进医院。上次我们上门询问，你为什么不直接和我们说清楚？我恨我爸，更怕他。如果让他知道我和我男朋友做了那种事情，他肯定会把我关起来。我甚至不敢让他知道我有男朋友。你父亲回来以后，对你的生活是不是影响挺大的？嗯。从他回来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一家人都在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实际上，一切都变了。妈，我回来了。回来了。丽丽，你爸他刚回来。哦，你看，爸给你拿什么了？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小熊熊。我早就不玩玩具熊了。我今年16岁。对对对，咱们长大了，不玩了不玩了。那个，爸找到了新工作，开出租车。以后你上下学，我就可以去接你了。不用了，爸，我早就习惯了。丽丽，爸以前陪你少，从今天开始，爸争取每天都陪你啊。丽丽，丽丽，拿这个，爸忘了，每天要喝牛奶。班上有几个同学知道我爸坐过牢，记着了没有？那段时间，谢谢爸。我成了班里议论的焦点，每天要喝啊。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他们都躲着我。我爸的过去对我的影响超乎想象，我的成绩也一落千丈啊，尤其是在高3后半学年的一次家长会后。你说那个刘丽丽的爸爸坐过牢？啊，今天刚出来，他成绩要是挺厉害的。一个劳改犯能教育什么好孩子？你给我离他远点啊！你妈说的对啊，爸，你必须跟他保持距离。爸，说什么呢？你，我就是刘丽丽她爸爸，这就刘丽丽。我告诉你们啊，我确实是坐过牢，但是刘丽丽可是个好孩子，听懂了吗？好什么呀？都吓着孩子了。我们也没说什么呀。算了吧。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以后再说这乱七八糟的，别怪我不客气。哎，你给我站住！别说试试。你个孩子犯咱惹的干嘛？从那之后，我爸对我就更严厉了。你自己说，
为什么考得这么差？我没发挥好，老师说了，我比上次还高出10多分呢。你就多出几10分，你也考不上清北大学。爸以前蹲监狱就是因为没文化，别人说啥就是啥，所以你必须要考上清北大学，你要成为咱们刘家的骄傲。万一就是考不上呢？考不上就继续考，直到考上算。再来，我今天不出摊了啊！坐这儿，我陪你去。把书包打开。后来，他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连休息一会儿都不让。一旦被他发现，他就会惩罚我，打我，骂我，就好像我永远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而我妈，她什么都帮不了我。孩子都17、18了，你还让他罚跪，这一跪都2个多小时了，你就让他歇会儿吧。让他长大跟你一样，就这几年我不在家，你看你给他惯成什么样了？该干啥干啥去。我真的不明白，我爸到底是爱我，还是恨我？我也不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要活着？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虐。所以，你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是因为你父亲。我不敢让他失望，我害怕。胆战心惊的度过高3，不出所料，高考我考砸了，龙帆市的职业技工学校，连本科都不是。后来我找人伪造了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天，是我印象里我爸回来之后，我们一家人唯一快乐的一天。他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尤其是我爸，就好像考上清北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后来呢？后来，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开始了。我男朋友高考失败之后，背着他妈玩起了乐队，在龙帆市的地下乐队圈闯出了好一番名堂。我上了大学之后，经常翘课去看他演出，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我终于可以自由地逛街、化妆，静静地谈恋爱。他还鼓励我做直播，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和很多男生都不一样，他是真的希望我快乐。那段自由的日子，让我对世界的看法全变了。原来，人生可以这么美好，这么有趣。直到你父亲发现你欺骗了他。爱你们，谢谢。我有点事儿，我先下了。整天不顾正业的东西。放开！我告诉你啊，没我同意，你一辈子不能离开这个屋。爸，你要干什么？爸，我是你爸，我对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他关了我1个星期，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不放我出门。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在那个家里，我只会逐渐的发臭、腐烂。我恨他们，
我恨我爸的暴力控制，恨我妈的处事不当。但我直播自杀，只是想让网络舆论给我爸施加压力。我没有想过这样害死他。如果我爸还在监狱里就好了，这样他就不会死，我也不会变得这么痛苦。那你有没有想过，正面的和你爸聊聊自己的想法？没有人能改变他的看法。一路都活在偏见之下，刘丽丽真是个可怜又敏感的孩子。那个在直播间里乱喷的小马甲，其实就是利用了网友对刘斌坐过牢的偏见，将舆论推向了受捕性侵的方向。我们也被误导了，尤其是在陈平的指认之下。李队调查过陈平，他确实没有嫌疑。他对刘斌有着深深的恶意，将他所有的行为都罪恶化了。这又能怪谁呢？是啊，这又能怪谁呢？停。人脸识别的话，能够找到这个人吗？问题不大，需要些时间。行，麻烦帮我打印一下。好的。费尽千辛万苦，大海里还真捞出了这。所以刘斌手机找到了。恢复手机内容呢，需要一段时间。指纹呢，今天晚上就可以出来。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刘斌出租车上的乘客身份信息已经查明了。徐江，38岁，无业。从个人记录上来看，和陈平、刘斌并没有交集。这好说，请他到局里来坐坐。是。你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小熊熊。我早就不玩玩具熊了。丽丽，什么事？你爸走了，我想，我们还像以前那样，我搬回来。我不用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把我丢了，现在还回来干嘛？我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可你爸已经走了。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至少可以踏实过日子了呀，是吧？他毕竟是我爸，人都死了，你还要说这种话？你走吧，我说过，我不需要他。我现在告诉你，我也不需要你。我还有些东西在柜子里，那我就不帮你收了。收拾完，你就走。一个宁愿伤害自己，也不敢直面自己父亲的人，
我觉得父亲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怪物，他害怕刘冰，不敢面对刘冰。逃离失败之后呢，想要摆脱刘斌，那只能想到其他的办法，比如杀人。作为法医，只能提出有证据佐证的观点，所以我不做判断。主观观点是由意志来决定的，不代表最终的结论还有事实，无需证据。进。配对。我知道了。我出去了。我们查了监控，案发时刘丽丽在医院，她不是凶手。没有证据的猜想都是浪费时间。你们去调查乘客徐江，他情况如何？那小子已经跑到外省去了，不过我已经联系了兄弟部门，预计明天能够把人给抓回来。这个徐江和刘冰会不会有什么过节？刘冰以前毕竟因为故意伤人罪坐过牢的。没准啊，这个徐江就是小马甲。他呢，在刘丽丽直播自杀时，爆出刘冰性侵刘丽丽的假消息，试图想毁掉她。结果看效果不怎么样，动手杀人了呗。说来说去都是猜测，没有证据能支撑你们的怀疑。求证要小心，推测大胆一点，总归是好的。哎，这次行动你给我乖乖待在车里，比较安全啊。你好，我们是警察，问一下，见过这个人吗？怎么样？有情况吗？没有。老板你好，我们是局的，问您一下，见过这个人吗？那儿呢？那儿。给我后门。不看水。起来！我劝你以后啊，别这么吓唬我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就是哎，你看东东干嘛？不是那个谁吗？是，就是他害死他爸。他爸也不会死，平时看不出来是这样的人，不会是他直播间那些杀的吧？我天哪，真有办！丽丽，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你还好吗？那女孩是我们到底要不要性侵？爱混摇滚圈，可能是你儿伪造的。别对这些小孩子，他们只会用这样的方式发现他们对生活的失败。这事儿不怪你，丽丽。以后离他远一点。嗯，好。这
你们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雷鸣，肯定是因为我直播自杀，我爸接受不了才跳河自杀的。他们说的对，是我杀了我爸。丽丽，你听我说，要不是你爸对我们做出这种事儿，你也不会直播自杀的。你别安慰我了，我是杀人凶手，是我杀了我爸。丽丽，等等，警察说，我爸死之前被人打过，我爸的死跟你没有关系，对吧？嗯。希望你没有骗我。7月24日当晚10点到12点，你在哪？当晚9点20分左右，你是不是已经坐上了由刘斌驾驶的出租车？曲江，我相信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希望你可以如实的告诉我们，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没杀人，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但是我没杀人。我们查案是讲证据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刘斌右颈部、右枕部和下体均遭受到了攻击，而他身体的左侧并没有遭受攻击。经过这点，我们怀疑攻击他的人是个左撇子，而你就是个左撇子。回答我的问题。24号晚上你在做什么？催债，他欠我钱。怎么催的？徐江，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你名下有一家金融公司，在背地里从事着非法借贷业务。你要是老实交代的话，我们可以为你争取减刑。你要知道，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是在帮你。我就是打了他几下，后面他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没给钱呢，怎么回事啊？这么点钱，至于吗，哥们儿？干什么？去！刘哥，初次见面，徐江。哎呀，刘哥呀，兄弟，我对你够意思吧？你说你女儿要上学没有钱，那银行都不给你贷款了，我一出手就是5万。你说你怎么还蹬鼻子上脸呢？这都2年了，什么时候还钱呢2年前是5万啊，现在20多万，我真还不起。刘哥呀，那你要是不想还利息，你别借高利贷呀。你说啊，要人人都像你这样，那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我这做人呐，我就是不能太善良，是不是？你这么着吧，你现在还钱，要不然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你看，
2个月以后，我一定还秀霞。刘哥，你女儿叫刘丽丽，在龙帆技校上学。你要是不还钱的话，我怕她以后日子不好过呀。兄弟，今天你们该打也打了。这钱我也知道一定要还。但是呢，钱是我借的。你们要敢要碰我女儿一个手指头，我马上就报警。啊！报警！我去！手机拿起来看看多少钱？我去！没钱？刘哥，你可以啊！你这手机里153000块钱，你不还钱啊？啊！你这么着吧，你把你手机里这钱啊，153000全给我，咱俩的债就两清了，怎么样？这个钱我真有用，2个月以后我一定还你们。你说，行吧？找他女儿问问去。走。等等。725 379 725 379，那。谢谢刘哥。高兴啊！那天打完他之后，我请我朋友去吃烧烤，11点多吧。那个烧烤店有没有监控，我也不清楚。反正人不是我杀的。你没有杀人，为什么要逃跑？人死了，我说得清吗？我就没想杀人，我只想要回我的钱。怎么证明你说的话呢？我就说嘛，我进了你们这儿，我没地儿说理啊。我们是讲究证据的。今天你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调查清楚。这个手机是你使用过的吗？对，这是刘斌的手机，我用它转了一笔钱。看看这个视频。可能只有我死了，才能得到真的快乐吧。这是他女儿吗？这刘斌也太不是人了！他跟我说他跟我借钱，就是为了给他女儿上大学呀。我还以为他们父女关系很好呢，怎么？你是小马甲吗？小马甲？我不是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查到监控，在案发前，有一个人骑着黑色摩托车跟踪了刘斌。你认识这个人吗？不认识。有人跟踪刘斌吗？怎么样？监控录像显示，案发当晚10点半左右，徐江等人进入了城西的大成烧烤店就餐。10点半，可是尸检报告显示刘斌溺死的时间应该在11点20左右，这间隔了1个小时啊！我们费了半天的劲，徐江居然有不在场证明，他没有杀人啊！现在怎么办？推倒重来了吗？哎，秦明，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情况啊？黑色大丽花这个人在每一篇报道刘丽丽和刘斌事件的新闻里面都有评论。他说话一直是向着刘丽丽，一直都在说丽丽的好话，尤其是这一条。他怎么知道刘斌是溺水死的？除非他在场。李队，我们刚刚发现了一个网名叫“黑色大丽花”的人，他有可能跟案情有关。看来你们也关注到了这个人。在信管部门的协助下，我们找到了这个人的信息。雷鸣，他就是徐江口中的雇凶者。雷鸣呢是好孩子乐队的吉他手，刘丽丽的高中同学，两人是情侣关系。
刘丽丽的男友？嗯。那这个人的嫌疑超过了所有人啊！怎么样？刘丽丽，爸，我就知道你来找这个臭小子，1分钟看不着你乱跑是不是？跟我回学校。不要，回去。不要。走。爸，你放开她，她是你的女儿，不是你养的宠物。你们这些大人怎么永远都不知道尊重人呢？你们，你是谁呀你？啊，你他妈谁呀你啊？啊！住手！撒谎！别，你坐会儿啊，老子就怕你。你起来，让一个女孩给你挡拳头，合适吗？爸，我已经长大了，我想要我自己的人生。丽丽，爸以前在监狱里边管不了你，现在爸必须管你。我不要你管，给我去坐牢吧！说什么呢？我说我求求你，爸，我求求你。刘丽丽，我告诉你，自从你出生那天开始，你我的父女关系一辈子不会变，除非我死，否则我必须管你。走，让开！啊，我错了，爸，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再过来，我还打你，你试试！当着，我肯定会杀了你的。雷鸣，我等你杀我，杀我！走！我肯定会杀了你的。这不就是雷鸣杀害刘冰的动机吗？在案发当晚，雷鸣有可能跟踪了刘冰，徐江等人对刘冰施暴后离开，而当时雷鸣有可能在现场。雷鸣跟这个案子有关啊，可是我们需要证据。李队，我也想帮忙。好。刘丽丽是你女朋友吗？是。那你认识刘丽丽的父亲刘冰吗？黑色大丽花是你吗？对，是我。你是怎么知道刘冰是死于溺水的？你当晚在场吗？你们不用再问了。我当晚确实见过他，他害得丽丽直播自杀，我实在是气不过，我只是想去找他理论。我杀他，我没有杀他。23号晚上11点前后你在哪？我在酒吧，酒吧老板还有乐队的乐手都可以给我证明的，还有监控。那可以带我们去酒吧查一下当晚的监控吗？我可以让老板把视频监控发到我手机上。求求你们，一定要帮帮我！我女儿不见了，真的，求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警察同志！来，你坐。你要帮帮我。冷静一点啊，我来想办法。喂，我长话短说啊。刘斌出事后，陈平一直觉得这个刘丽丽有点不对劲儿。今天晚上他去刘丽丽家，发现她根本不在家，电话也关机了。他担心她出现轻生的行为。你们不是跟李明在一起吗？赶快问问他，知不知道刘丽丽在哪儿？好，我知道了。刘丽丽平时有没有常去的地方，或者是独处的地方？比如她不开心的时候，她会去哪？丽丽怎么了？我们怀疑刘丽丽会有第二次轻生的可能。雷鸣，你要仔细的想一想，如果这一切是真的，时间可不多了。副队，手机定位到刘丽丽的位置了吗？正进行着呢，这需要时间，急不来。好，金卫，出事了。我听说了，刘斌的手机内容恢复了，我去看看。你们先去现场。好。走。有一条录音，看时间点，应该是在刘斌毙命前夕完成。丽丽，别跳！丽丽，你别跳！你跳下去，你人生就没有别的可能了。你只要还活着，人生就还有希望的。我活不了了，他们不让我活。谁不让你活呀？网友，他们都在说，是我害死了我爸，是我是杀人凶手。他们都在骂我，他们都要我去死，那我就去死好了。反正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我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丽丽，你听我说，网络不是你全部的人生，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别再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丽丽，丽丽，雷鸣，你还记得我们为什么在一起吗？你是这世界上最懂我的人。你还记得我们说的那句话吗？我给你提供这么好条件，你就给我考这点分数啊？啊？你的爸爸跟我的妈妈是同样一种父母，
你爸囚禁了你的身体，我妈囚禁了我的梦想。每天练那破琴有什么用啊？回家我之所以爱上你，是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的父母刻板的想让我们走他们认为对的路，他们从来都不在乎我们的想法。大人们都该去死！雷鸣，我喜欢你的音乐，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有我们懂得彼此，所以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丽丽。最近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再这样下去，清北大学肯定没有希望了。如果我爸再发现我俩玩得好，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丽丽，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伪造成绩单能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我做过很多次了，从来没有被爸妈发现过。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能做吗？只要价钱合适，就没问题。不过丽丽，清北大学会不会太夸张了？只要能换回我的自由，我什么都愿意做。雷鸣，如果你真的为我好，你就救救我。好。谢谢你，我先走了。后来我们都如愿以偿了。你骗你的家人说你清北大学被录取了，我骗我妈，让我妈相信我考上了外省的一本。在家里我们都是乖孩子，但其实，在现实的梦想里，我是摇滚乐手，你是小网红主播。虽然总是害怕被发现，但是我们都很快乐呀，丽丽。丽丽，你的头发好看吧？走，排练去。走。虽然那段时间我们真的很快乐，但你知道吗？那都是假的，我不想再装下去了。所以你就做出直播自杀这么蠢的事儿吗？那天你爸来这儿打了我之后，把你带走了，我才终于明白了你的痛苦，丽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直播自杀。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我爸知道了我们发生关系，我和你都没有活路。雷鸣，我是真的爱你，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给过我快乐的人。如果我不能和你在一起，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既不能阻止我爸伤害你，又不能摆脱他，我只剩这一条路了。丽丽，为什么这么傻呀？傻吗？对，我的确很傻。所以他们说什么我信什么。他们说的对，我是杀人凶手，是我害死了我爸，我是杀人凶手，是我害死了他。不是的，丽丽。是我害死的你爸。封锁现场，准备安全气垫，快！陈女士，
程女士，程女士，你冷静一点。你现在上去很有可能适得其反，你相信我。丽，你说什么？那天看到你直播自杀之后，网上很多人说你爸爸性侵了你，当时我觉得我整个世界都崩塌了，我内疚、无能、懊恼、愤怒，我感觉我就是个废人，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做了一个男友该做的决定。你做了什么？我只是想警告他。谢谢刘哥！哎呀，高兴啊！你别过来！我是丽丽男朋友，我今天过来就跟你说一件事儿，以后你别再伤害丽丽了，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有男朋友。你说什么？这姑娘不完成学业，她不可能有男朋友。就算是有，也不会是你这样的小混混。把药给我，给我，给我！丽丽她要的是自由，她不要你这样的父亲。混蛋的你！丽丽，不关你的事儿，全都是我的错。我只是想帮你，我真的没有想害了你爸爸。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好吗？我才是罪人，丽丽。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逼我？为什么你们都不要我好过？丽丽，丽丽，爸爸从小没文化，吃了很多亏，所以自从你上学，爸爸就盯着你的成绩，忽略了你的感受。现在发现你长大了，成绩也没那么重要，你需要自己的空间。爸爸本来想攒点钱让你搬出去住，可你的学费我还没有还完，爸爸没能耐，以后找男朋友千万别找爸这样的，但是一定要找一个能够保护你的。爸爸爱你，爸爸爱你。这是从你父亲手机中恢复的录音，应该是他溺水前留下来的。他知道，只有真正离开你，你才会快乐起来，所以他放下了对你的执念，
这对他来说挺不容易的。刘丽丽，你应该听你爸爸的话。丽丽，你爸都能释怀，你也能做到。不要伤害自己了，好吗？我们重新开始人生，我会为我的错误为你赎罪的，丽丽。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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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丽。丽丽，爸，丽丽，领导，绿线接触。喂，小王，有一件事情还需要你帮我查一下。我去拿一下调查结果。哎呀，总算是虚惊一场，这一晚可真够人受的。我只想知道，刘斌当年是为什么入狱啊？卷宗上写着，当年有2个住店客人喝多了，非要拽着陈平进房间。后来刘斌知道此事之后，直接跑到酒店把这2个人打成了重伤。一个人左眼终身失明，另一个人横结肠破裂，都达到了重判的级别。那也就是说，刘斌是为了陈平而入狱的。如果刘斌出狱后，能够不要那么偏激地对待刘丽丽，或者是陈平，试图理解刘斌的苦楚，或许这一家人就不会4分5裂，酿成这样的悲剧了。哎，雷鸣的父母接他回家了吗？刚走。雷鸣的母亲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坚定说他自己没有错。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就要管一辈子，所以他现在决定把雷鸣带出国留学，逼他退出乐队，和刘丽丽断绝来往。可能在他母亲的观念里，玩乐队的就是坏孩子，只有读书成绩好的才是好孩子。这种偏见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啊？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有些人，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小青同志，你太悲观了，你应该向林涛同志多学习一下。至理名言。怎么了？我总觉得哪里很奇怪。那又悲观了吧？负能量。你们回来啦！事情我们都听说了，真是万幸。刘斌的心脏病理检验报告。哦，在这儿。死者刘斌冠状动脉内取到血栓脱落栓子，心肌倾斜性梗死。唉，作为一个冠心病患者，一旦栓子脱落了，就会造成大面积的心肌梗死，短时间内就会丧命。死者有溺水征象，这也就说明了死者在落水的时候还是活着的。栓子脱落导致他失去了自救能力，确切的说，他是在心脏病发前就溺水而亡。有点奇怪，是挺奇怪的。什么奇怪？刘斌遇袭溺水，心脏病发，可他怎么有时间还给刘丽丽录下一段遗言呢？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身受重伤的刘斌靠着本能反应游回了岸上，剧烈的运动和外界的刺激下，他很有可能再次引发心脏病。但此刻，他只想着对自己的女儿赎罪。爸爸，爸爸爱你，爸爸爱你。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出现了。你又是谁？
刘斌他现在只有一条活路，他拼命地游向对岸，但这个时候他的心脏病已经发作了。所以山竹剑就这样沉入了湖里。所以你的意思是又冒出来一个凶手？我都听傻了我。我以我的推论来看，就可以解释现在所有的疑点。但凶手的动机呢？还有那个删除键是什么情况？感觉跟普通的不太一样啊。这和刘斌的过去有关。我拜托小王帮我调查了刘斌的过去。技术部门刚刚给我调查结果。10年前，刘斌以人间正气的网名，对一个网红女孩进行了攻击。欣欣知我心，本名张雅欣，16岁，癌症患者，曾患重度抑郁症。为了让她振奋精神，当时的护士长郝之云为她建立了一个个人账户，就是为了让她展示她在医院的阳光生活。她乐观的生活状态吸引了很多的粉丝，但同时也遭到了很多的黑粉。最终，她不堪重压自杀了。刘斌呢，其实是一个父权观念极重的人，他曾以女性直播就是不守妇道的言论，在网上对张雅欣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攻击，是最活跃的黑粉之一。你们是怀疑刘斌遇害和这件事情有关系？秦明是这么觉得。证据呢？特制的删除键，这是凶手的自我签名。这里怎么这么多死鱼啊？鬼知道啊！